麒麟芯片强势回归，华为完成最强逆袭，全球热议。相反是整个蛙岛一下子沉静下来，刚才还在聒噪的喧嚣再也听不到了，蛙声震天变成了噤若寒蝉。一直以来，蛙岛卖主求荣，依仗的就是自己的所谓高科技，以台积电为中心的芯片产业是蔡逆的唯一筹码，也是不孝子孙们能够挟洋自重的最后依仗。大家都说要穷台困台，这是当然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仅仅取消 ECFA对蛙岛来说是不够的，呆蛙们也是不怕的，因为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产业才是蛙岛创造收益的绝对主要来源。想靠不吃台湾的凤梨、莲雾来穷蛙困蛙，这个难度真的比较大。因为别说凤梨，所有水果类加起来才占了台湾省贸易结构的 0.1%， 就算把鱼、螃蟹、海鲜啥的都加上，也就是 0.2%， 蔬菜类加起来 0.02%， 所以蔡逆才能有恃无恐、嚣张跋扈。比如说前段时间引起热议的芒果，2022年内地累计从蛙岛进口了83262公斤鲜芒果或者芒果干，累计价值人民币 139.93 万元。但是2022年大陆从蛙岛总共买的商品高达 2380.92 亿美元，也就是说芒果才占10万分之一左右，再加上蛙岛的果农是死是活，蔡逆根本懒得操心，说你们随便进。我们当然支持取消 ECFA， 因为1分钱都不能给这帮白眼狼，拿了钱还要骂你是傻成瘾，转身就去买美国的毒猪肉和武器。但是芯片才是蛙岛的命脉，也就是因为如此，2022年内的从蛙岛进口高达 2380.92 亿美元。而蛙岛呢，对内地进行全面歧视的贸易政策，一共有2509项大类的大陆商品被无端排斥。尽管物美价优，畅销全球，但被蛙岛当局禁止销售，大到石化、纺织、机电设备、汽车，小到螺蛳粉、魔芋爽、麻辣花生，最后连短视频等 APP 他们都不放过。只要是内地生产的，蛙岛建立森严壁垒，严防死守。尽管日本和美国反华，都没有做到这么丧心病狂。前段时间蛙岛不是闹蛋荒吗？一蛋难求，供应紧张，价格飙升，甚至引发了捐血 250cc 可以获得30枚鸡蛋的闹剧。整个蛙岛吃不上鸡蛋，而内地生产的鸡蛋占了全球比重的 35%， 产量充足，质量稳定，可是蛙岛舍近求远，宁愿从澳大利亚空运鸡蛋过来吃。这样一搞，成本比内地的鸡蛋贵了至少 30% 以上，可蛙岛就是一枚鸡蛋都不找内地买，宁愿买贵的，也不卖内地的，这就是蛙岛一直秉持的态度。现在，中国汽车已经打败日本，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出口国，在全球受到了广泛好评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可就是在蛙岛，你一台内地汽车都找不到，能找到的就是满大街的日本车，到处都是丰田和本田。日系车在蛙岛市场占比达到了惊人的 70% 以上。蛙岛不买内地的东西，因为他们要疯狂的支持日本。2018年，蛙岛赴日游客达到了恐怖的475万人次，生生的把日本的旅游业撑了起来。要知道，整个蛙岛也就是2330万人，也就是 20% 的蛙岛人每年跑到日本去一趟。蛙岛对日本那是真爱，是真把日本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吃穿用度首选日本品牌，对日本贸易逆差每年都大约是200亿美元甚至更多，而且还在急剧增长，每年都在创新高。2020年对日贸易逆差额达225亿美元，2021年扩增至266亿美元。蛙岛舔日本舔到什么程度？安倍被刺杀后，蛙岛立刻在高雄为他塑造铜像，民进党的官员跑去揭幕，好让蛙岛人每天去祭奠和膜拜。而这一次日本再次犯下反人类罪行，向大海排放核污水，日本水产品被全球抵制。第一个跳出来跪舔的又是蛙岛。早在去年年初，蔡逆就宣布对来自日本福岛、千叶、茨城等5个县的核污染区的食品全面开放。而这一次日本排污，民众党的柯文哲生怕落后了，赶紧先跳出来表态，号召蛙岛人吃日本核食。蛙岛说，地球人不敢吃的核食，我蛙岛吃；日本人不敢喝的核污水，我蛙岛喝。总之，先舔为敬，汉奸特许。
所以我一直说，搞定了挖岛，日本还是个问题。但是搞定了日本，挖岛的精神家园彻底覆灭，他们哭着喊着跪求回来。话说回来，我们的制造业横扫全球，但就是在自己的挖岛受尽歧视。2022年，内地对挖岛的贸易逆差高达1500多亿美元，而挖岛在全球销售的贸易总顺差也就仅仅为50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买挖岛的东西，挖岛即刻从顺差500亿美元变成逆差1000亿美元。这个时候，挖岛饭都吃不上，你让他们还拿什么去找美国买军火？还怎么去以武拒统？台湾对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逆差，只有对内地是顺差。而内地对挖岛的善意，被挖岛拿来当傻诚意。挖岛说我就是不买内地的东西，他们都要吃不起茶叶蛋了，穷死他们。挖岛之所以还能嚣张，一切都是依仗着芯片、农林牧渔这些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原来是没办法，2022年全球芯片市场规模为5735亿美元，但我们就进口了3500亿美元。而挖岛有芯片，所以他们能挟洋自重，卖主求荣。不说其他的，仅仅台积电一家的市值就占据了整个挖岛股市的约 30%。如果把台积电的相关岛内的半导体供应链企业估值全部都算上，可以说接近 50%。台积电一共有 6.5 万员工，加上与之匹配的半导体产业，在挖岛至少有超过20万员工。仅台积电的 6.5 万就业岗位，可以说是台湾省最具活力、最有创造力与消费能力的人群，就算把普通产业工人也算上，台积电的平均年薪也有70万新台币，折合16万人民币。挖岛高科技产业的形成，是因为以台积电打头阵，联发科、瑞昱、联咏、威盛、爱普科技、日月光投控、创意电子等形成的产业链聚群效应，形成了挖岛的经济支柱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芯片产业衰落，挖岛的经济总量会快速损失 20% 以上。长期来看，整体的高科技产业将受到致命的影响，并从此一蹶不振。一直以来，挖岛认为只要攥着芯片这张牌，就可以吃定了内地，用内地挣的钱去支持日本和美国。但是今天，挖岛受到了最强的暴击，芯片产业的突破才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丧钟。能做走狗是要有利用价值的，可是明显的伴随麒麟的突破，挖岛的利用价值很快就要消失了。Mate 60硬刚苹果实现量产，说明我们的自主供应链已经有了决定性的突破。国产芯片在性能上已经等同于高通骁龙5纳米的888芯片。美国的封锁完全失效，关键问题是产线全部在内地，怎么办？美国现在除非派航母和战机过来，中国笑了，你过来啊？我们号称发达国家暴力粉碎机，依托海量的市场，很快就能将产品的性价比做到极致。事实上，在美国的监督之下，国产供应链快速自主，从2023年的1到7月，内地中低端芯片已经崛起，出口的芯片达到了151亿颗，而现在正在快速向高端市场挺进。相信只需要1到2年的时间，我们将由芯片进口国逆袭为芯片出口国。如果没有了高科技，台湾以后还有什么？还能怎样？芒果、凤梨、莲雾、百香果、芭乐、红皮香蕉、释迦，就算全世界放开了大买特买台湾省的水果，创造的价值也不够芯片的1/1000。挖岛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60%， 以后别说买美国的毒猪肉和废旧军火库存，连活下来都困难。当然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，挖岛的粮食自给率只有 30%， 以后一旦每年逆差1000亿美元，就没钱进口粮食了。还有大量的芒果和凤梨可以吃，也不用出口了，就拿这些东西当饭吃，保管他们吃到吐。看到麒麟芯片的归来，拜登也傻眼了，因为他正在穷挖困挖，逼迫台积电搬到美国去，让最尖端的工程师打头阵，把挖岛的人才洗劫一空。美国把芯片产业当作遏制中国的最后砝码，觉得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不安全。伴随我们003号航母的下水和每年密集的下饺子，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均衡。其实包括兰德智库等已经提醒过美国政府了，
失去亚太地区仅仅是时间问题。所以从去年开始，台积电的工程师就开始分批分次的前往美国凤凰了。但是现在拜登就犯难了，让台积电整个搬过去，让英特尔这些把台积电吃干抹净，怎么也要3到5年的时间。但是目前的趋势很明显，3年之后，中国的国产芯片绝对已经迈入了全球领先水平，到时候谁给谁出口都不知道了，那不是白忙活一场，那还搬不搬？而现在最紧张的就是挖岛，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，还怎么做走狗？难不成去反攻大陆？价值归零之后，就只能走狗烹了。早 Mate 60上市的全球热议中，一向喧嚣的挖岛媒体变得无比的安静。先得是那么的特别，他们终于知道大祸临头了。以后每年逆差1000亿美元，怎么买日本车？怎么去日本旅游？还那什么去吃日本的和食？拿啥去进口美国的毒猪肉？买美国的军火？只能每年上万吨的凤梨，自己吃到吐了。多年买主求荣，挖岛终于等到了最强暴击。